那么同样，我们的两手呢，随着小度的放松下沉，右脚的放松下震，来形成摘拳盖掌的动作以后，注意看这个位置，不要往自己的当下去摘，离得太近了，你在开步的过程当中，这个劲儿就加身体里面了啊，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通过我们下震脚的时候，大家注意看裆胯，它不是一个直向下。而是在转过来的一瞬间，身体还在向右微微螺旋的时候，这是个重点啊！微微螺旋的时候，放松下沉。所以我们这个脚在震地的时候是一个丁八步，不是并步下沉。为什么丁八步？好，紧接下势，震完脚以后，右脚丁八步，顺势一领左膝，松沉下颌，松沉下颌。随后，在开步的过程当中，咱这个两手还和中线相合，但随着中线的右螺旋，是不是和左脚开步形成了一个螺旋当中的一个对拉？太极拳嘛，螺旋当中无处不对拉，无处不相合。所以震完以后，对拉开步，这时候身法就拉出来了，而且亮相定势什么的这个外形造型就出来了，劲儿也出来了。做好这个对拉之后，注意看这个胆拳，移动重心向外蹬地。胆拳的这个过程，这是大家都不好发的地方，都不好发力的地方。它有几个细节：第一，右手在向外胆拳的过程当中，要把右手手臂认为成是一条绳子右手的拳锋认为成是一个重物或者铅坠是一个小铅坠，就这种感觉。在我们下按摘拳以后，它的发力方式和当走后弧重心左移这种严守拱拳的传统练法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更加注重于手臂的一种松沉，让手像一个小绳子一样，随着裆胯的螺旋掸出去掸出去。这个动作有很多同学可能说做不好，我跟大家去强调一下，掸拳的过程里面，整根手基本上是不产生发力的，重点的力点末端在你的拳锋，也不是在你的拳锋，它是在你的这个拳眼和你的食指指关节的位置。它在掸出来的过程当中，你要把手想象成是一个类似于小匕首一样的东西，它是刺出来的。眼手藏在这里以后，大家看重心，为什么说这个拳是刺出来的？咱结合上势动作。当我们藏完拳、演完拳以后，右胯一松沉，当走后弧左移的过程里面，咱不止一次在公开课上和这个咱们自己的小课上讲过，移动重心的时候，你先蹬右腿，身法不会往左螺旋，而是会先往右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移重心的这个动作里面，它是慢慢拳藏得越来越深了，而且这个手也是越来越蓄得更饱满了，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再向前去掸拳，你身法的螺旋的弧线是不是就变大了？那蓄发力的阶段你就更长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手刺得更猛，刺得更快。核心点，既然我们能把手刺出去了，那你想想，有了这个过程以后，你再把这个手去结合这个刺或者是点，就这样的一个感觉，你会发现，如果根据攻防含义，这个手是藏起来的，不知道身边掏了一个什么小东西，突如其来的刺出去，手非常快，刺完就收回去，就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手掸的时候，要把这个胳膊练成一根绳子，手拳头要练成一根咱们说的那个小铅坠小铅坠，整个形成相合以后，再放松掸拳，出来回去，非常轻松。那么它的这个蹬地发力的技巧也都是在咱的小度螺旋上，重心来到咱们的左腿，随着右胯的螺旋外蓬，小度的向左螺旋向外发放，形成了一个整体以后，在这儿有很多同学就要犯错误了，他会习惯性把左手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或者握拳或者握成其他的样子这个时候大家从侧面看一下，咱们的左手在掸完右拳以后，它和严守拱拳的方式是差不多的，都是对拉，向后打一个肘不难，但是难的就在下势的衔接上。
你掸完这个拳以后，你下势是紧接着重心右移，双逆缠打开，蓄力相合。但有好多同学呢会形成这样子，掸完拳了，然后重心先过来，然后再左移，再右移，多倒一次重心，把延手拱拳打出去，就形成了老架的习惯改不掉，然后总想着去挪重心的这个问题。所以注意看啊，我们发完力之后，咱不是泰拳常讲吗？叫绷弹绷弹。那绷到底是哪绷？弹到底是哪弹？那肯定是讲的筋膜，对不对？最重要的地方一定是在咱们的裆胯位置。很多同学都知道，老师我绷出去了，那我怎么弹回来呢？全靠我用劲拉？不是，重点在这儿。你在发力的过程里面，你的胯会随着小度的左螺旋逐渐拉开。那么拉开以后，这就像一个小皮筋一样，一蹬开以后，顺势通过弹性再回来，再相合。所以我们的身法就可以通过你看胯带的一种弹性，胯带的一种弹性，顺势带动裆胯，产生一个螺旋的相合，并且在裆胯回弹的一瞬间，能把你的重心再带过来。所以你的两手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找重心左移下按外分的过程，你只需要掸出去之后，随着右胯的相合，顺势一下分，然后螺旋蓄力，把这个弹性放大。你看，弹性给它放大，去慢慢感受回弹的过程里面，它带着你的身体放松蓄力相合，整个人通过你筋膜的回弹把手拉过来，下按外分的动作一样，顺缠相合的动作也一样，就是裆胯的运行方式不太一样，它不再靠重心转化了。你看老架一路人家不给你讲这种动作尽力连续间的绷弹，他就是跟你说重心左移，重心右移，用重心的导换和身法的螺旋来带动。那当你有了绷弹以后，有了螺旋，这个劲儿是能直接顺着一体成型的，所以就不用大家再去刻意的找左移重心了啊，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那最后一点，当我们蓄好力以后，有些同学会有一个疑问，说老师新架不是胸腰折叠就是小度的回弹，那我在这个延手拱拳里面，我是不是也要强调这个胸腰折叠去发延手拱拳？不用啊，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如果把胸腰折叠去带入到一个平行于地面才最好发力的情况下，那我们的延手拱拳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看胸腰折叠，身体会产生一直在变化的上下起伏，而且右胯在回弹的时候给你拉不回来，知道吧？有没有同学这样练？肯定是有，也有老师这样教，但是你这样的练习方式会导致你的力量断断续续的啊，因为你左右裆胯的相合，它是平行于地面的螺旋，你胸腰的折叠，它是垂直于地面的螺旋，所以这个时候你拿垂直螺旋带动左右平原，那肯定是对于我们的身法上来讲，回弹劲儿合不到胯上，这是第一。那第二，你在打胸腰折叠的时候，胸腰折叠的力都突出在哪？都突出在身法涌动，将手向前向上去运化，而且在走的过程当中，身法还有一个下沉对称。那它应用到延手拱拳里，不就成了这个矛盾了吗？你能不能这样发？能，但是你的拳头一定没有左右平原的这个力足够饱满，知道了吧？最后一个，你变完势蓄完力之后，蓄力相合，延手拱拳就记着老架一路怎么打，它就怎么打。只有难点在于大家如何去掌握掸完拳之后如何借助身体的回弹以及螺旋不断。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如果说完全按照标准速度，好，放松，蓄力，它是一个这样的速度。所以大家想要打好这个力，那你的身法连续发这个劲儿的时候，技巧在哪？不断的在回弹这就是新架一路的延手拱拳，也是新架一路把老架当中的一些藏起来的螺旋
给你显现出来啊，需要大家多练，发力难，但是有志者事竟成，不难。